奉天承运，皇帝규曰：青天剑监正藏海，行仪纲方，力守祖宗法度，为人纯谨，胸藏经纬董策，资以谈恩，升为工部侍郎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藏大人，起来吧。陛下的意思是，青天剑还是由你来掌管，一身两任。藏大人以后可要多多辛苦了。谢公公。恭喜大人！恭喜大人！诸位免礼。石铉，我已经向内阁递了奏本，推荐你为青天剑监副。以后青天剑大小事务，就多劳你费心了。谢大人。大人，青天剑现在已经很好了，你放心。大人，皇上要收回平津侯府，我奉命前来勘验乌宇楼阁。啊，开门！娘，我报了仇了，但我这么做，必不得好死。我想，烈士再也不想见到我了。我从今往后在这世上，我在这世上没有家人了，娘。
娘，我走了。皇上让我去戍守边关，就是从前父亲镇守之地，要么多年之后荣归故里衣锦还乡，要么马革裹尸，青山埋骨。你想要我做一生开心快乐的庄知县，我终究还是做不到了。我来送你。今日一别，只怕此生永无再见之时了。皇上封你为昭信校尉，就是要让你重返庄家建功立业的地方。我在京城，等你身震边陲，名动天下。昭信校尉，边境不宁，皇上不想亲手杀我，只是想借他人之手罢了。既不想亲手杀你，便还有一线生机。听说你高升了，如今已是工部侍郎，恭喜了。之后你想怎么做？如今你还剩2个仇人，想好怎么对付他们吗？尽力而为吧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总不可能事事都顺着我的意吧？你现在快活吗？你的第一个仇人已死，心里快活吗？一开始，我只想为我娘报仇，但后来我发现，是自己不甘，还想得到更多。但现在已经晚了，这条路，我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。那就当今日是新生，一切都从头开始。希望你可以找到新的路。从今往后，我要好好的活着。而且我答应我爹，重振庄家。小青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桑大人说你要去驻守边关，我们想和你一起去建功立业。我帮他们向兵部请了命，此去北地路途遥远，他们都是你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一同前去可以相互照应。你不会因为如今是昭信校尉了，就看不上我们了吧？你们先去，我马上就来。庄之行，拜别先生。
别回头。向前走，不要回头。撤！撤！义父，庄之行出城了吗？是，酉时之前就已出了城门，现在应该已经到玉子沟了。此去路上畅通无阻，方便动手。他现在是皇上亲封的昭信校尉，若是在赴任的途中死了，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是咱家斩草除根。就他这么个小子，怪不了事儿。咱家只是不喜欢仇人还剩有一口余气儿的感觉。义父放心，边境苦寒，又时常有匪寇扰境。庄之行区区校尉，现在又没有他爹的庇佑，被派出去打几仗，随随便便的也就没了。智泽那边有消息了吗？自从那夜在侯府失踪后，就再没找到人。但市井暗巷中并无任何鬼洗现世的消息。东夏那边也没打探到任何反应。陆烟，侯府查得如何了？庄陆尹府上家产已尽数充公，我已经全部查验过，没有义父要的东西。备车，如今泥沙尽出，咱家要亲手去探一探这蚌中之处。小海，关峰做那么一大桌子菜庆祝你第一个大仇得报，我看你好像兴致不高呀，饭也没吃几口。我刚才一直在想啊，你的仇要是都报完了，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？啊，想过没有？现在想这些又有何用啊？小海，一定要想。师父相信。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。师父，其实报仇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解脱，只是我很怕我仇还没有报完，到了下面没脸见我爹娘、见岳奴和我的师兄们。就算人终有一死，你也要比你的仇人死得晚一点儿。恩公，您怎么来了？京城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谁人不知？事情的经过，高明已经跟我说了。恭喜你，你已经成功的铲除了你的第一个仇人。平津侯死了，但你看着并没有很高兴。师父们教过，很多事儿放心里就好。听说今日你亲自送庄之行出城了。走之前他问我，报了仇，心里快不快活？平津侯死了，按理说我心里应该感到轻松快活。但那日看着庄之行，我才发现，为了报仇，我已经亲手将一个天真善良的少年摧毁了。
我也许可以另寻他法达到目的，但是我却选择了利用仇恨玩弄人心，毁了别人的人生，和平静后又有何区别？你不是他。走。看来这个地方是原本存放木炭的地窖。是这儿。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比这儿更藏得住秘密呀？这地窖的炭，若是没有被烧尽的话，咱家怎么能够看到这屋子原来的面貌啊？义父的意思是，庄卢隐也许将鬼玺藏在了这地窖的石壁中。恩公，为何曹敬贤一心想要鬼玺？平津侯想要鬼玺，是因为传闻鬼玺可以召唤阴兵，战无不胜。那应该是每个武将的毕生夙愿。但曹敬贤要鬼玺做什么？这个传闻拥有着一种力量，权力的力量。而曹敬贤想要鬼玺，是因为皇帝无子。原来曹敬贤是害怕失势的那一天到来，自己再无活命的可能。孺子可教也。曹敬贤虽是掌印太监，权势滔天，但他无根无后，仰仗的也只有皇帝这一个主子。一旦皇帝宾天，他滔天的权势便会土崩瓦解。但他想要一个善终，要么攀援上继任之主，要么掌握一个足以延续他权力的利器。原来一切终究还是在权力二字。千秋万代，权力不死。义父，仔细看了。这里是空的。快把它打开！恩公，您说鬼玺会在哪儿呢？这三个人找了这么久，还是一无所获。以我对他们的了解，
如果这鬼玺出现，他们定会捕捉到蛛丝马迹。但他们这10年毫无动静，恐怕这鬼玺依旧沉寂着。有没有可能，这鬼玺早已被第三人找到了？他掩盖消息，不愿与平津侯和曹进贤分享，让他们无头苍蝇一样乱转。如果鬼玺真的在第三人手里，那他一定会将童玉激起。不过没关系，无论鬼玺是否已经被人找到，都不妨碍曹进贤上钩。只要他认定鬼玺还在平津侯手里，那他就必死无疑。你做了什么？我去了一趟侯府，在地窖里埋了个东西。庄老爷，你真的把他给找着了啊？义父上仙，贸然拿出来的话，可能会有危险。不，咱家要亲眼看到你把它打开。曹进贤生性多疑，一旦发现鬼玺，绝不会让手下人单独行动，必定亲自验证鬼玺真假。以他的小心谨慎，在开机关时，身边的护卫一定会等在他身前。可是他们不知道，我从一开始就对准了他的后背。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。高明，你和星斗教出了个好徒弟。但是藏海，我担心你这一系列的动作，第3个人已经听到了风声。他远在东夏，若是不来京城，我无计可施。所以我要的就是他收到风声。曹敬贤与东夏女王暗中勾连，有些事情他可能早就知道了。他要是真敢来京城，你未必有胜算。香案毒是在侯府大战之后失踪的，我又是平津侯的人，但晚我也在场，再加上我从前与他的关系，他手下的人一定会向东夏女王禀报的。虽然他不知我是蒯家的后人，但他女儿失踪，无论如何我都脱不了干系。说不定他早已经在暗中关注着我了。东夏公主还在你府中？是，六叔师傅在照顾她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我还不知道。用它来要挟东夏女王，或有胜算。想必还有更好的办法，啊！我们都在这儿呢，不怕斗不过那东夏女王。东夏公主消失了这么多日，他们一定不会坐视不管。高明，你去打探一番，再放一些风声出去。而你，就按兵不动，不要漏了行藏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。姐姐，你别走，我不想见他。我是他师傅，当然要帮着他的，不能总是帮你啊。没事儿。
按图与我很合得来，过了我这关了。你再欺负他，看我不打你！我刚听他说，庄如隐已经死了，你也对曹静贤下手了，下一个便是我母亲了，是不是？你若杀了他，我会恨你一辈子。你要想杀他，就先杀了我，否则我一定会找你报仇的。好，等到那时，要杀要剐，都随你便。天凉，你多穿点儿。仁济堂大夫配的药方，这些每日3服，按时服下。有心了。他俩聊得怎么样？嗯。照他现在的样子，能不能坚持到最后，我不敢说。恐怕小海是要在女人手里栽跟头了。嗨，小海他拎得清。我要走了。去哪儿？这你就管不着了。我总不能一直住在这里吧？好，我去给你把马车拉来啊。啊，不用，马车已经在外面候着了。哦。近期我可能都不在家中，我得去联络东夏的探子，帮小海把鬼喜在京中的消息尽快传过去。谁问你了？我这不是自己絮叨絮叨吗？我让你走了吗？还有何事？你去给我车里的暖炉加点炭火，我坐着暖和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去。我给你多加点啊，多加点儿。你也太小瞧我们东夏女王了，她哪是你能杀得了的？你把我关在这里，无非就是想引她前来。我们东夏女王岂是庄如隐、曹静贤之流能比拟的？是啊，连你的手段我都敌不了，更何况你母亲呢？藏海，你别去找我母亲，你敌不过她，你会死的。他若能杀了我，那也很好。你已经有了成算，非去东夏不可了。既然东夏女王不出现，便只能我过去了。那他怎么办？你这样逼自己又是何苦呢？你以为感情如堪舆一般简单吗？当情与仇缠在一起时，无论你如何筹谋，作何决定，可能都难分对错。不过小海啊，有些人一旦错过，就再也见不到了。人生本不该如此，我不希望你留有遗憾。
醒了。来，小海，尝尝我亲自为你炮制的安神茶。来的正好，你帮我把这个送去内阁吧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辞官的奏本。辞官？不用那么紧张，我都已经想好了。大人，急什么？你慌慌张张的。朝廷急召大人去趟工部。是，你先下去吧。哎呀，藏海呀，你可来了！大人，有何急事？前几日，东夏城报说新得了一件了不起的宝贝，要趁着新岁朝贡之际献给皇上。工部要赶紧修缮东夏使者居住的会同馆呐。东夏人要来了？不错，这次来的还有东夏女王。往年来朝的都是东夏使臣。没想到这次他竟然亲自来了，皇上命我们不得有误啊！那这会同馆要以东夏君主之意修缮吗？那倒不用了，东夏女王说了，她就住在之宫，只怕是爱女心切。也好，倒是给咱们省了不少事儿。你就赶紧着手准备吧。
宣东夏女王觐见。殿下，东夏女王名誉素题，拜祝大雍皇帝龙体康健，福泽绵延，恭祝大雍太平盛世，大雍与东夏结万世之好。愿天清地宁，大雍和东夏共享繁荣。请上来说话。女王不远万里来此，本应是召柔远公主相见。朕也是有些日子没见她了。陛下，智公说，公主前几日偶感风寒，不宜外出走动，也怕扫了陛下的兴致。过几日，待公主身子好了，再来向陛下请安。差人去送些上好的药材。是。劳陛下费心了，小小病症将养几日就好。今次来朝，我带了些东夏的特产，请陛下预览。东夏进献黄金3000两，人参2000根，安乐马100匹，云纹鎏金铜马具100套，金镶玉龙纹汉腰50件，白瓷翠珠鸡冠虎50对，琥珀璎珞300条，雪貂皮毛300张，美酒150坛。这些便是卿信中所说东夏新得的至宝。陛下何等眼界，金银马匹自然不配在信中提起。我说的那件宝物珍贵无比，此刻就在殿外。那就呈上来吧。想不到东夏还有能工巧匠啊！听闻陛下喜欢木艺，我特令东夏最好的工匠打造了这木弓，天下独此一件。我说的那件宝贝就在其中。既然如此，打开让朕瞧瞧。请陛下准我卖个关子，木弓藏宝，这木弓更是宝。若大雍的工匠能打开这木弓，自见分晓；若无人能开，陛下便许了我东夏巧匠天下第一的名号，我亲自为陛下打开。好个木弓啊！你这是投朕所好啊！吕泽，臣在。工部里的能人巧匠，你选一个，让他打开。回陛下，臣乃工部之首，臣愿一试。准。
陛下，这木工的榫卯技艺失传已久，是只关不开的绝户活，没用一根钉和一滴火漆封口，没有任何下手之处，除非用外力强行破坏，请恕臣无能。陛下，这位大人能看出木工的构造技法，已经是眼力不凡了。光有好眼力有什么用呢？难道咱们大庸就无人能解了吗？启禀陛下，臣弟想请工部侍郎藏海一事。藏海也是青天剑监正，深谙榫卯营造，或能打开。藏海，臣在。你可放手一试？臣遵旨。藏海，这难题你可得接住了。是。青龙、朱雀、白虎、玄武，四圣兽对应着东南西北四方位，再加上木工顶部的图样，莫非木石同土，为土居中？这是何图？木居中宫，亦是洛书，带9履一，左3右7，2、4为肩，6、8为足。解开这木工的办法就在其中。2、7同道，为火居南，此为朱雀。动了。3、8为鹏，为木居东，此为青龙。1、6共宗，为水居北，此为玄武。4、9为酉，为京居西，此为白虎。古人说“榫卯万年劳”，这燕尾榫，相传是鲁班发明的。爹呢，把加了暗榫的燕尾榫和插尖榫结合了一下。哇，原来还可以这样！虽然这些榫卯古人早就有了，但组合起来却有千百种变化。这是爹的方法。他怎么会知道我爹的独门技艺？
更好。来人！哦，东夏送给朕的，莫不是玉胎？陛下圣明，这玉胎从丹翠山现世，集天地之灵气、日月之精华，玉形宛如一个卧睡的孩童。东夏有传说，玉胎有灵，请陛下允准，将玉胎择吉地供奉，保大雍万事而至。你有心了，这件事儿便交由礼部去办。皇婶，陛下，术业有专攻，我看这位臧大人就很合适。也对，既然是他解开的这木弓，想必和这玉胎有缘。朕就准他替玉胎选旨，也带你见识见识大雍的锦绣山河。臣遵旨。大人，那个熊巴巴的香小姐，让你过去。她怎么你了？我给她送了鸽子汤，结果她把汤给打翻了，她还骂我，她说我是烂透了的葡萄，一肚子坏水。你想要骂人，何必要骂室内？骂我不就得了？你把我关了这么久，还不许我出出气。再说了，我要是不骂他，你会来吗？我想起一件事儿，你还欠我一个人情，只要我说出来，你便不可以拒绝。你说。我要你放我出去。好，你很快就可以自由了。你真放我走？这俩人啊，怎么办呢？那你最是了解小海，你觉得呢？死局无解。我倒是觉得啊，是绝处逢生。你当时都没教完他，怎知他俩就能绝处逢生啊？小海也是，让一个小女子把心折腾得无所适从。你自己也不行啊，有什么资格说别人？我只会教他怎么骗人，我哪懂这些呀？人活在世上，还是要有一些真东西在，不能只有骗。你母亲来了。他来京城了，你见他了？你母亲确实比平津侯曹敬贤厉害100倍，他已经试探过我的身份了。现在你见识到他的厉害了，你还不放弃？我不会杀你，你不是我的仇人，你母亲才是。我走了。臧海，
你还记得中元节那一晚的星星吗？原来是真的，你的眼泪都流进了心里。我等啊等，等了好久好久，终于等到了我的家人，等到了我日思夜想的母亲。但我想好了，我再也不见我的母亲了。你带我走，我们把这一切都忘记，好不好？对不住。吻过霜，也用过寒，怕自己一下就当天堑宝山，夹缝中续写暖，轻舟虽未过重山，天已昏暗，不如先再写一晚。我要跟在长路之前，碰了当年细雨的月光。昨日一粒铿锵，扬起多少梦在心上，让我能得到避风港。今天去了也无狂妄，出发之前可以是绵延。直到天亮。藏大人且慢，女王邀请大人同坐一圣，为她讲述大庸的景物见闻。大庸江山如画，难怪让人流连忘返。殿下以前来过，来过又怎样？没来过又怎样？是贞顺9年吗？不记得。我的女儿和你的事情，我都清楚。她在这儿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？此刻，我一件也想不起来。她在信中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她说有一个人聪明绝顶，才智无双，跟她很聊得来。我看他还是知人知面，不知心呢。
听说以前大雍有一个厉害的堪舆师，若是让他来寻龙点穴，何必如此费事？可惜啊，他死得早。告诉我，蒯德是你什么人？是你父亲，还是你师父？看来都是了。他把你教得不错呀。知道蒯德为什么死吗？因为他不识时务。一个人不识时务，便只有死路一条。什么叫识时务？什么又叫不识时务？现在，带我去见我女儿，就叫识时务。别骗我，我看你的眼睛就知道，她在你手里。原来从眼睛里面可以看出这么多东西。这招是我教他的，那是我对你不要打的好底子。时辰到，清队上！诸位，本次不打球赛，清队上！黑马旋转乾坤，率队绝处逢生，一举夺得胜利。从前种种，不过是蓄势待发。如今这黑马崭露头角，势如破竹，且看他日后如何大展宏图吧。听说知行夺了不打球的魁首，这知行
好久不回家了，原来是准备不打球去了，真让人吃惊。怎么也不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呀？我们都还蒙在鼓里呢。哎，想不到二弟还有这番能耐，还真叫人刮目相看呢。不过也是，他平日里就喜欢这些逗乐的玩意儿。侯爷，我听说二公子私下找了师傅勤练武功，也不出去玩乐了。原来二公子习起武来，比寻常人要快很多呀。庄家历代武将，这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。只不过这小子，往日烂泥扶不上墙，如今却出人意料。小时候没白教他。朝廷明日会嘉奖魁首，听闻司礼监掌印太监也会亲临。侯爷若是顾不上，小人想多带些人去，祝贺二公子。赢了不打球，当爹的自然要给他去撑撑场面。况且有朝廷命官在场，明日你随我一同前去。你是我幕僚，有些人是时候让你认识一下了。是，侯爷。你们几个先去，我去见一下父亲。好。参见侯爷。侯爷，侯爷，儿子见过父亲。你平日最讨厌与人比试，怎么突然喜欢上不打球了？儿子已长大了，也想像大哥一样为父亲分忧，但儿子自知文采比不上大哥，只能增进武艺，将来好为父亲出力。没想到，你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第一次参赛就夺得魁首，不错。儿子只苦练了2个月，本不指望能打几场，尽兴便好。谁知一路过关斩将，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。你说儿子，侯府几代将才，这是你骨子里的东西。儿子谨记。行了，去吧。侯爷，你家公子一表人才啊！林大人过奖了。曹公公到。曹公公神采奕奕，气色不错呀。侯爷真是好福气啊！大公子在朝中得令，二公子又崭露头角，只怕这侯府又要出一位将军了。知行不学无术，公公谬赞了。皇上近来如何？谢侯爷牵挂，皇上一切都好。哦，前儿还提起侯爷呢。侯爷还是要多进宫走动走动。是，还劳烦公公替我向皇上谢恩，我随时等候皇上的召见。嗯。这是我新招的幕僚，藏海，还不快见过曹公公？小人藏海，
见过曹公公。你就是侯爷前些日子新招的堪舆喜才，替皇上分忧的就是你。回公公的话，都是侯爷和大公子做主，小人可不敢居功。侯爷是哪儿得了这么一个宝贝啊？怎么也不跟咱家说一声啊？怕咱家抢了去吗？公公还是那么喜欢说笑。都尉司收尽天下能人，我这小小的幕僚岂能与他们相比？咱家虽是第一次见你，却有似曾相识之感呢。公公辅佐天子，助理万机，见过的人百万之巨，这常人不过是五官七窍，相似之处能得公公注意，是小人之幸啊。说得真好，天生一张巧嘴，咱家喜欢。平日里太过无聊，咱家身边就缺这么一个聪明解疑的人儿。不知侯爷肯不肯体谅咱家孤苦，忍痛割爱呀？公公哪里的话，放眼御前进士，满朝文武，论说话的本事，谁能比得过公公您呢？侯爷言下之意是不肯割爱了？啊？公公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您了。嗯。皇上口谕：朕素来之道，不打球受万民喜爱。此次盛举夺魁者，庄之行、穆占庆、蒋玉、孙永明、力挽狂澜，深得朕心。各赐飞雀锦袍一套。钦此。这个曹公公，性情喜怒不定。别看他刚才随口跟我要你，都尉司那个地方，进去就出不来了。明日去财库，挑几样像样的宝贝，差人送到他府上。是，侯爷。晚上让小厨房做几样知行喜欢的，也算是犒劳他这几日辛苦。是。当来堪舆之才，此人眉目间总让咱家心神不宁。以平津侯和义父的交情，区区幕僚竟不肯割爱，难道他留赠海另有大用？10年了，庄罗隐心犹不死啊！咱家这眼皮跳的呀！青山尽古何时了？断送人多少？孤坟水雨扫黄台，林中迎风吹送，之前来。下官参见公公。公公好雅兴。之前你来找过咱家，求咱家替你做主，说说吧，
这藏海何许人也啊？那藏海本是江宁府清泉镇的人，前几个月刚刚到京，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，就直奔皇陵而来，还用了什么旁门左道的功夫，竟然把李贵太妃的棺椁给弄塌了，还说什么显灵的瞎话。总之，帮着平津侯了了一桩心事，没想到他得寸进尺，竟然要求去侯府侍奉，这明显就是想借此机会青云直上，日转千阶呀！不仅如此，他进侯府仅1个月，便兴风作浪，挑起事端。杨大人、瞿娇只是在平津侯面前质疑了他2句，竟然被他给害死。如此说来，此人杀心很重啊。下官不小心得罪过他，只怕下一个横死的就是我呀！求公公保全。你送的那个观音，咱家喜欢。这件事，咱家替你做主了。多谢公公。下官再去寻更好的，倒是一并呈给公公赏玩。你有心了啊。鲁静，义父，你速去清泉镇探探，只要此人的身份有问题，庄陆云就是想用也用不了了。快去！是。陆燕，派人把这个藏海给我盯紧了，一旦陆静查明此人身世有异，即可击杀。是。老人家，对不住啊，您这给您菜都撞坏了，这。没事没事。这样吧，这菜我全买了。这菜卖不了这么多钱呢。您拿着拿着啊！没事儿，我正好也有点事想问问您。看着你面生，你不是这镇上人吧？我是来寻亲的。什么亲戚呢？老头子，我在镇上生活了几10年，街坊邻里我都认识。那太好了。您知不知道一个叫藏海的人？他是我远房表弟。巧了，哎，这臭小子是我看着长大的。不过，几个月前他离开了这儿。那他何时来这儿的呀？我想想，他来这儿有10来年了吧。他父母双亡，后来呀，被镇上的木匠给收养了。那位收养他的木匠现在何处啊？已经不在了。几个月前呢，他家着了一场大火，木匠被烧死了。小海呢，上山砍柴，没有回家，所以躲过了一劫。估计是伤透了心，就离开了这里。老人家，多谢了。查到什么了吗？陆大人，那老头说的话都对得上，藏海的身世并无蹊跷。太干净了。那是否立刻回京复命？我是这么教你做事的吗？此人让公公心神不宁，咱们难道带回他身份无误的消息，说是公公想多了吗？公公要查的人，就不能是清白人。飞书回京，就说此人身份有异。务必杀之，以绝后患。是。怎么回事？大人。
这是何苦呢？明明是没有问题的事情，非要颠倒黑白，自寻死路。哼，这收获不就来了吗？藏海在这儿竟有这么多同谋，他果然有问题，全部杀了！老板，来碗馄饨。好嘞。您的馄饨慢用，谢谢。老板，哎，来碗馄饨。稍等啊，别回头，听我说。你被厂卫盯上了。我知道。馄饨来喽！哎，好。曹敬贤派他的一子陆进去清泉镇查你，我们的人没能拦住他。2日前他已经离开清泉镇，出发回京城，只怕现在已经到了江州。曹敬贤怀疑我了。以此人的脚力，2日之内必定到京城。我们应该找人监督伏击他。不行，他要死了，曹敬贤更加怀疑我。盯紧他，让他顺利回京。小海，此人太过棘手，他要是真回到京城，事情就难做了。你要尽快想到对策，绝不能让他见到曹敬贤。恐怕现在能帮我的地方只有一个。给我点时间，我去想办法。抓紧时间啊！常委交给我了。老板，哎，吃好了。哦，再来啊！大伟公子没有伤到你们吗？让开！我给你们赔不是了，我不是。哎呦，我让你哎！
看我这个，今儿不错啊。哎，老三，赶紧走吧，时间不早了。好，你们先去吧。好，我马上回。快点啊！哎，好好好。哎呀！看起来还是原来更俊一些。你笑什么？笑你苗而不秀，银腰蜡枪头。 一点都不像个威风凛凛的将军。只要他们觉得像就行。手给我。你要干什么？陆晋和平津侯密会，总要把戏做足吧？你这姻缘线深且绵长，子女宫饱满红润，我断你日后子孙满堂。我竟不知香老板还会看手相。你不信啊？我说的可准了。那还看出些什么？你看你的官运线，笔直无分叉。 臧大人日后一定平步青云，官运亨通。不过你恐有牢狱之灾。哦，那请问该怎么解呢？这样吧，我给你指一条明路，从你的住处出来，往东走3里，再往北过3条街，从西边数第5间铺面，就是你的福地。 是诊楼，那不然呢？今日若没有我，你早就遇到麻烦了。所以多来诊楼，保你平安。这外面可有动静？还没有收到信号，我们还得继续演下去。 不如我们聊点有意思的。你想说什么？你说曹敬贤不问缘由让陆晋来杀你，但是陆晋从外地回京调查了你的身份，要去向曹敬贤汇报。你要赶在陆晋见到曹敬贤之前把他杀了，说明你的身份不能让曹敬贤知道。臧大人，你究竟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 我就知道你有事情瞒着我。既然你不说，那我现在就出去，让他们看到我的脸。哎，夏老板，不要出去。那要看你的诚意了。如果此事暴露，我们会被常委带走，严刑拷打。都尉司可不是什么进去了可以随便出来的地方。你威胁我？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就算常委发现了我们，这一切也由我一人承担，绝不会牵连香老板。
只不过，你刚才问我的问题，我确实没有办法回答你。如果将来有一天，我做完了我该做的事情，我会第一个告诉你。你就是不想说，求人还求得这么理直气壮。要是平津侯突然回来了，或者外面盯梢的人见到了真的平津侯，你该怎么办？你平日不都是去那些勾栏酒肆消遣吗？怎么今晚想起来要陪我夜饮呢？前几日在不打球赛上夺魁，本想好好庆祝一番，但思来想去，还是只想与父亲一人庆祝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父亲误会了，我只想与您说说话，喝喝酒。父亲真要赏，就赏我一整夜的时间吧。行，为父答应你，今夜哪儿都不去。我已经派庄之行去拖住平津侯了，只要不让他在侯府的其他地方出现，那这一关我们就算过了。好啊，原来我跟庄之行一样，都是你部下的棋子。你利用我，还不肯对我说实话，我当然不能轻饶你。向老板，你不是棋子，你是我的朋友。你若是再这么滑下去，恐怕我的姻缘、官运，甚至是命数，都要从此改写了。父亲，我们换一壶尝尝。好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侯爷，侯爷，时候不早了，妾身服侍您休息吧。今晚不必了，我要和知行好好说说话。有什么话不能明日再说呢？越聊越晚，酒饮多了伤身。母亲，我与父亲很久没有这样夜聊了。父亲方才答应我，这一夜他哪儿都不去。儿子保证一定不让父亲多饮酒。你呀，是不了解你父亲，他呀，一喝起酒来就没个分寸，没人照看可不行。你们父子俩在聊什么呀？这么高兴？知行小时候的一些事情。知行已经这么大了，小时候的事，翻来覆去的说，也要说腻了吧？这身衣服，你很久没穿过了吧？我没记错的话，是那年我大败东夏，你到边关看我的时候穿的，对吗？边关苦寒，当时穿着这个，可是把我冻得不轻。侯爷在那里，也真是吃了不少苦啊。唉，行军打仗，这点风寒算什么？侯爷何不与我说说？这些年从未问起这些，倒是妾身的不是呢。夫人，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听我军营的事吗？侯爷愿意说，我怎么会不愿意听呢？妾身还想问问您，当初是怎么率800人夜袭的呢？要我说这段，那酒可不能停。侯爷难得说一回，今夜就不醉不休。
知行，也坐下来一起听啊。父亲与母亲先聊，我在门外候着。来，侯爷，妾身敬您一杯，快说给我听听。要说这一役啊，就不能不说东夏的名将赛普里。这么多年，他是本侯见过最骁勇的猛将。难道还能比侯爷厉害？怎么可能？他要是比本侯还厉害，又怎么会在雁翎关这么大？公公，陆金人呢？在侯府中，未曾出来。庄如影呢？也在书房，没出来过。他们长谈了一夜。是。好你个庄如影啊！咱家倒要看看，你跟咱家的人到底说了什么。备车，去平津侯府。是。常尉已经走了，我们可以离开了。接下来的事情你自己能应付得了吗？你不如跟我一起走吧。这出戏还没有收场，我只能先谢过香老板昨夜的救命之恩。若这一次我能逃过一劫，必须枕楼道谢。好吧，那你要记得活着回来，不许赖账。二公子，有贵客要见侯爷。谁来了？曹公公。侯爷宿醉，现下正在睡着，请他先回去吧。哎呦，不行啊，二公子，这曹公公的事情必须由侯爷亲自来定夺，我还是叫醒侯爷，不然该误事儿了。你还记得我是侯府二公子？你们一个个嘴上说的好听，何曾真心把我当过侯爷的儿子？往事我不计较，如今还敢得寸进尺，不把我放在眼里。今日你敢靠近这房门一步试试？侯爷正在休息，他不想见人，知道该怎么说了吧？知道。小人见过曹公公。怎么是你呀？平津侯呢？侯爷昨日喝了酒，现下还在休息呢。他跟谁喝酒了？这，小人就不知了。你不知道？啊？你最应该知道他跟谁长谈了一夜。曹公公这是在说什么？小人听不明白。别以为咱家不知道你搞的把戏。咱家问你，陆静呢？小人
不认识什么陆晋。咱家的人昨晚亲眼看见你带着陆晋进了侯府，一夜都没出来。你敢说你不认识？你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呀？小人真的没有见过什么陆晋，一定是曹公公的人弄错了。等大家见到了平津侯，我就知道是不是弄错了。曹公公，侯爷还在睡着，就算是宿醉，现下也该醒了。您安坐，侯爷一会儿就起。行，看这情形，只有咱家亲自去叫他了。哎，曹公公，公公，您又何必为难一个管家呢？侯爷什么时候睡，什么时候醒，都不是我们做下人说了算的。别以为你深得平津侯的喜爱，咱家就不敢动你了。区区幕僚，事事干预，犯僭越之罪，就是把你杀了，侯爷还能怪罪咱家吗？来人，在。此人是别国细作，今日咱家亲自登府捉拿，此人拼死抵抗，死于乱刀之下。公公，找到陆晋了，还不快给我带来！在广济河已经淹死了。快带我去。是。告诉庄罗隐，他的幕僚咱家带走了。走。父亲，你在外面站了一夜啊？没有父亲允准，儿子不敢走。刚才谁在外面聒噪？管家不顾儿子劝阻，想进去找父亲。怎么了？说是曹公公来了。曹公公来了，怎么不告诉我呢？儿子不想打扰父亲和母亲休息。侯爷，曹公公人呢？曹公公刚走，还带走了臧大人。他有说找本侯有什么事吗？没说，我就听说好像是谁淹死在广济河了。曹公公一听就着急忙慌的走了。备马，我亲自去一趟广济河。是。知行，你也来。是。公公，陆大人不是淹死的，是被利器刺穿脖子而死。陆爷，你去看看。
是。义父。侯爷。 曹公公，今日来了又走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啊，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只是想跟侯爷聊聊。这不是你义子吗？ 怎么死了呢？咱家也不清楚，也许是仇家寻仇吧。咱家回去要细查此事。侯爷，告辞了。 看够了没有？还不快上来！坐。打扮的还挺精神。今晚是7月半，是你的节日。我的节日？嗯，我又没死。 为什么是我的节日？穷鬼也是鬼嘛。那香老板呢？我孤魂野鬼。香老板坐拥枕楼，每天有这么多人陪着你，还会觉得孤单啊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他枕楼吗？高枕无忧。聪明。结果其他人都无忧了。 烦恼都留给了我，但你的枕楼让很多人在京城有了容身之处。枕楼还是太小了，要是能有个1000座、10000座，说不定能容得下所有无家可归之人。 香小姐说的对，你怎么突然叫我香小姐？你平常不都一直香老板、香老板的叫我吗？因为我觉得今晚的香小姐，跟平日枕楼的香老板不一样。随你便，臧公子。 她美吗？美。那她美还是我美？自然是香小姐更美。那我美在哪儿？香小姐眉若细柳，眼似星河。 这个不是寻常女子可以比拟的。那我问你，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？嗯？回答不上来了。香小姐确定要常常跟我见面吗？咱们俩只要见面，可总没好事啊。 谁说没好事啊？我觉得有趣的很，不是吗？
没想到这儿有这么多河灯啊！今晚我让枕楼放出了1万盏。你心里是不是在想，香小姐竟有1万个情人故去了？我怎么会这样想？但你为何要放这么多河膏？是有什么哀思要寄托吗？因为我有钱。看得出来很有钱了。我听说，在河灯上写上亲人的名字，就能把自己的思念传递给他们。那你也写吧。听说你的父母亲人都不在了。我现在还不配祭奠他们。那就先把对他们的思念装在心里吧。你听，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什么都没有，此处甚是安静。安静就对了，我就喜欢安静又广阔的地方。你躺下，那么拘谨干嘛？这椅子舒服吗？舒服极了。呆子，藏海，你那么会看鱼，这天上的星星你都认得吗？你看，天上的星星有28星宿，那边东方七宿形似青龙，其余西南北三方对应着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哎，你看那几颗星星？哪几颗？那几颗，像不像是一个撅着的小嘴？小嘴？不像啊。有一点点。不过你说的这4颗星呢，叫基宿，旁边是尾宿，它们组成了青龙7宿的龙尾。我觉得不像龙尾。哎，你再看那几颗？哪几颗？啊，像不像是一串脖子上的珠宝？你笑什么？不像啊？像。香小姐还真的说对了，你说的那几颗星叫碧宿，别国还真的把它当做珠宝美人的象征，是吧？那这么说来，我也会看星象，我看的比你有趣多了。不过你看啊，这串珠宝还有一个主人，是一个哭花脸的女子。美人虽然珠宝在身，但是这满天的星星都是她的泪水。泪水？那她为什么哭了？她应该是一个被远嫁的女子，终其一生都不快乐。
他在异乡等啊等，等了一辈子，也没人接他回家。那他远在家乡的亲人，一定很思念他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也许他的眼泪流干了，他就不再想着回家这件事了。没想到你还挺会编故事的。八公子的戏本，不会是你编的吧？这世上文采斐然的人，也不止你一个。皆兴好风，必兴好雨。月之从心，天降甘霖呐！中州久旱之地，终于要降雨了，大吉呀！月离雨毕，彼滂沱矣。雨若不止，洪水必起。最近各地有无灾情啊？回大人，公布的水文汇报，除了离京城不远的中州附近旱魃为虐，3年没有降雨，其他各地降雨一切正常。沿海一带虽有风灾过境，但朝廷已经例行拨银赈灾，伤亡也比往年少了许多。大人，这谷物的情况也不错，
江南水稻的收成都比往年好。除了中州的旱情，天上地下一片安宁。若我发榜预言中州旱情必有缓解，皇上一定会很高兴啊！青天见报喜，必有后赏。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昨日的瑞兔祥云果然是大吉之兆啊！中州旱了那么久，终于要下雨了。我家就在那边，家乡父老终于有救了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呀！哎，这位小哥，你是中州人，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？哎呀，中州旱得厉害，这几日日头周围还有一圈亮亮的影子，邪乎的很呢。是啊。终于有雨了。是。侯爷可曾听闻今日钦天监发榜一事？本侯听说了，钦天监报，中州不日将天降甘霖，解久旱之苦。看来昨日的祥云确是吉兆。藏海，你这观天象的本事还略逊于人啊。小人不敢与楚大人相提并论，但小人心中有疑虑，想禀报侯爷。说。恐怕楚大人这一次算错了。中州虽然会下雨，但并非急雨，而是凶雨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小人昨夜观星，的确也看到了中州有雨水之象，但是这雨来得难，去得也难。小人今日在街头听闻流民议论，这些天中州日头已经连续出现了日环，日环主涝，只怕这雨会久下不停，最终成汛冲毁堤坝，大量百姓将会流离失所。可是昨日分明是祥瑞之兆，白云彩霞，聚散离合，都只是巧合而已，是无法准确判断吉凶的。此话当真？小人愿以性命担保。还请侯爷尽快禀报皇上，疏散民众，夯实堤坝，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涝。你的推测可跟别人提起过？那你就当从来不知道，本侯就当从来没听过。侯爷，这皇上此刻正高兴着，这个眉头本侯不想触。如果本侯将你推测的禀报皇上，万一你算错了，本侯岂不是作茧自缚？中州就算真有灾涝伤亡，也和本侯无关。那中州的百姓，那也是他们的命。此事不许再提，下去吧。是。平津侯之所以袖手旁观，那是因为中州乃大将军傅之松的驻守之地。若事情真如你所料，一旦防汛不利，只怕傅之松中军都督的位置，他是要去争一争的。他要去争权，那就只能苦了中州的老百姓。到时候雨水冲毁堤坝，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、流离失所啊？就算有大涝，也未必会冲毁堤坝吧？我去翻看了前几年的营造记录，您猜，维护堤坝的人是谁？庄知府。正是。以此人的贪性，这堤坝的石土中不知道混入了多少的芦苇秸秆。中州本就少雨，偷工减料原也看不出来，但如今久旱未雨，夯土早已风化流失，遇水则溃了。听起来真是凶多吉少啊！我之前不是还跟您说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将楚怀民拉下来，取而代之吗？这一次，是他自掘坟墓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把平津侯也拉进来，让他阻止灾涝，救下中州百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拉平津侯这事儿有点冒险了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？我父亲曾经说过，风雨雷电、日月星辰的旨意，
关乎着老百姓的温饱甚至性命。老百姓应该知道真相，避免灾祸的发生。好托儿啊！虽然你看到的是真相，但楚怀明现在是青天剑监正，他会用奇技淫巧和一些神乎其神的说法来粉饰自己的无能，因为那样往往更容易迷惑人心。你明白吗？明白。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来，让我看看。哎，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中州久旱将雨，此乃大吉之兆啊！太好了，终于要下雨了，我中州的庄稼有救了呀！那可不一定。谁啊？谁？哪来的野小子？你敢质疑钦天监？我告诉你啊，钦天监监正楚怀明那料事如神，他说这天象是大吉之象，肯定错不了。是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天象论断，需观其变化，察其原委。楚怀明急于邀功，并未探查分明，便妄下定论。这一回，他犯了一个大错。中州的这场大雨根本就不是救人的吉雨，而是杀人的凶雨。这怎么会是杀人的凶雨呢？是啊，这雨能杀人，太吓人了！你给我站着！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可亲眼所见，前些日子天象十分特别，那是老天爷显灵，肯定是吉雨。是啊，那天象的确难得，但是楚怀明看错了，中州怕是要有祸事发生啊！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我日观天文，白虹贯日；夜观星象，月离于弊。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吉，而是大凶之象啊！大凶！中州恐怕要有大涝了。这个，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，是什么白虹什么的月的。你是中州来的吧？啊。那你可有看见日头上那一圈黑黑的影子？有。那就是日环如轮，是雨兆。真有啊！但如今夏秋之交，7月流火，西方白虎7宿露头，这其中的必秀，便是雨师。乡亲们，这恐怕要下连日的大雨啊！公子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这以前可曾发生过呀？昔日司马入寇西蜀，孔明大破魏兵，二人皆观星而言，见毕星于太阴，此月内必有大雨淋漓。听你这么一说，这有点道理啊。这中州啊，久不逢雨，水土不适，一旦这雨下个不停，那肯定会发大水呀！一旦冲毁堤坝，那老百姓只能流离失所，良田一去不复返呀！这楚怀明能坐上钦天监监正的位置，靠的全是趋炎附势，根本没有真本事。你们若是不相信，就将我刚刚说的话传出去，1传10，10传100，且等几日，看看是他楚怀明说的对，还是我说的对。到底是谁说的对啊？谁也不认识。老伯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中州岂不是没救了？老伯，快请起。老伯，你相信我，把我刚刚说的话传给你中州的家人，让他们早做准备。好，快去。哎，公子，不是高人，你是谁呀？我是平津侯府第1幕僚，藏海。哦，我知道他呀，他
那就是重修皇陵的那个人啊！啊，我也听说过，在那之后，平津侯就特别器重他。平津侯的相信的人，想必是有大才呀！赶紧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吧！传出去！传出去！藏海真的大放厥词，说本官断行有误。是胡扯！他藏海算个什么东西？懂什么星象？还说什么了？藏海还说什么白虹贯日，月离于壁，还说中州定有大涝成灾，且看不日之后结果如何。这都是胡诌些什么玩意儿？此事侯爷知道吗？现下只怕是知道了。哼。银烛之光，本侯可以让它发亮，也可以让它粉身碎骨。本侯让你闭嘴，你却跑到钦天监大放厥词，说看到大凶天象，现在传得满城风雨。你是非要跟本侯作对？侯爷，小人绝对不敢，小人只是想竭尽全力让此事有个周全。侯爷，藏海啊，也是想为您效劳，但是一时心急，把手伸到了不该伸的地方。他也不是存心和我作对，就是看了几本书，就真的以为自己会看天下了。藏海，侯爷这么信任你，你做事却如此鲁莽，你怎么一点都不为侯爷着想啊？侯爷，小人之所以出此下策，正是为侯爷着想啊。你倒说说看，你是怎么替本侯着想的？小人之前求侯爷将小人的判断禀报给皇上，的确考虑不周。侯爷身居高位，这事儿不该由您去做，只能由小人去给百姓们说。楚大人是侯爷举荐的人才，此事他算错了，恐怕会被有心之人拿去大做文章。而小人是侯爷的人，小人立了功，便是侯爷之功。但你要是错了，就是本侯错了。你不过是本侯的幕僚，我该怎么立功，还轮不到你擅作主张。其实小人还想到一件事，侯爷，他这张嘴我可领教过。请侯爷容我说完。说，但说之前想清楚了，这很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说话。小人之前不敢告诉侯爷，小人所说的白虹贯日，不仅是大训之兆，还如将心陨落，专诸之次王僚也，会心喜悦；聂政之次韩归也，白虹贯日。这些天象，都主王侯将相殒命。楚怀明，有这事吗？这那你算的是哪一颗将星陨落？小人不知。你是不知道，
还是不敢说？小人绝不敢欺瞒侯爷，小人想为侯爷挡灾。你要替本侯挡灾，那你的意思？引战！立起！